1936年1月，根据中共瓦窑堡会议决定，以打通抗日路线为中心任务，我军万余官兵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蒋介石即令陈诚率10个师进入山西，并由南京调来大批空军轰炸拦截。 多少年后，有朋友问我，以你当时的年龄，潜伏在敌人空军的心脏之内，你是如何掩藏住自己的真实感情的？我回答他，只有一个字：忍，忍天下难忍之事。哎哎！老卢啊，你给我们准备的这也叫酒啊？换白的，换白的，换白了，要不然你也对不起你那枚2级的飞行勋章啊！啊，勋章哪了？没带，没带。你也甭笑，老邢啊，你3次任务就已经升成中尉了，赚得盆满钵满，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啊，今儿你不把它给我干了，我跟你没完！我说了啊，喝了，那不能这样。你啊，给我拿下！来了！长官，哎，长官来了，不敬礼啊！飞机上，然后给你状元3年1个，美人，你肯定看见了。请让开，中尉，我有任务。司令官在那边呢。司令官也喝了是吧？今儿我们空军打了大胜仗，所以今天晚上不醉不归，谁都在喝酒，司令官也在喝酒啊，给弟兄个面子吧，来杯酒吧，来一杯，来一杯，来了，工作期间我从不喝酒，谢谢。玩儿别管了，追呀！有本你们上啊！这比炸赤匪难多了。这次飞机报告，司令官，陈诚将军署名发来贺电，请您签收。哎，等等，新兰，您还有事，司令官？过几天就是委座的50寿辰了。
咱们空军正在筹划一个大的献祭庆典。庆典？对，有2样事情从现在就要开始着手准备，一个是新机，一个是新衣。我能做什么吗，司令官？试飞小组要对从意大利进口的新型战机进行试飞，这是新机。新衣嘛，我们这些大男人可就插不上手了，还得靠你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去办。我没明白您的意思。委座把空军的管理权授予了夫人，也就是说，夫人实际上是我们空军的最高指挥官。我希望在庆典的当天能看到夫人有一身新的礼装，样式要得体。你马上和夫人的侍卫官联系一下，选择什么样的款式、颜色、布料、质地，你们要仔细斟酌。总而言之，要既能体现我们空军的特色，也符合夫人的品味，明白了吗？明白了。司令，这种事你派他去，可就对了。哎呦，还是你毛兄是高人呢。本来嘛，你想，夫人的一个翡翠纽扣，就相当于我们的2架霍克3。这种事情，可不是你和我所能干预的。所以说，像办这样的事情，你派他去，那可就太对了。是空军在试飞吧？啊，是的，空军在试飞新购的菲亚特战机。哎，你把那个空军的飞鹰标识给我拿过来。哎，这就对了。1号，塔台呼叫，听到没有？0号听到，请讲。1号听到。我是副司令官。报告一下你们的飞行状况。棒极了，整个感觉非常棒。是不错，1分钱1分货，操作感觉灵敏极了，给1点就有。好，你们感觉好就好。这可是我们花了大价钱的。1架菲亚特相当于我们2架半的霍克3，你们要给我爱惜的飞。0号明白，1号明白。来了。你好。来啦。哪儿来的花？天上的邢公子托人送来的。无聊。敬礼。
不是真心要帮助咱们国民政府？现在西北的共产党武装啊，我看着也是错。我觉得这，你看。各位先生、女士们，大家好，请问问题吧。将军，下午好。意大利是不是全心要帮助国民政府剿灭西北的共产党武装？不，我们意大利从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将军，那你怎样评价意大利和中国空军的关系？棒极了，菲亚特战机就是证明。可意大利和日本的关系似乎更好。你们恐怕不能这么说。我是军人，我们不过问政治。将军，菲亚特公司在这桩飞机买卖中赚了多少钱？菲亚特公司是商业公司，而商业公司是有成本的。你不能指望它像我们意大利顾问团一样，只尽义务而从不计报酬。0号1号，发台呼叫，听到没有？0号1号收到，我们正在1300米上空飞行，状态良好。0号1号，斯卡罗尼将军要亲自和你们讲话。0号收到，1号收到，将军请讲。感觉怎么样，孩子们？非常好，将军。可我看不见你们，转过来，转过来，做通场飞行，让我亲眼看到你们的翅膀。遵命，将军。我已开始下降高度，转向机场。1号也在转向下降高度。不，必须做通场飞行，确保记者们能够拍到菲亚特的空中姿态，那会非常优美，像诗一样，全金属外壳，流线型设计。可以理解。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富贵了不还乡”，也就是锦衣夜行。毛将军，您说的这个什么锦衣夜行，我不大明白。也就是说，穿着漂亮的衣服在黑夜里逛着，白下了那身漂亮的衣服。太好了。将军，他们来了。0号呼叫塔台，飞机引擎出现故障，温度升高，闻到一股焦糊味了。检查风力阀，确认风铃打开了没有？1号报告，1号报告，双生度失灵，我控制不了它，我控制不了了。什么？他疯了吧？他不能这么飞。1号正在向我飞来，1号正在向我飞来。0号，向右偏2下，快转，快转！周将军，您得稍等等，刚来的人还没走，又哭又闹的，不好办。没有人敢说真相。夫人，你要为我们做主啊，不能就这么打发了。那都是些什么飞机啊？逃一次飞就这样，还指望着他们打仗呢？不明不白的，在空军里头都是些不明不白的事。收黑钱？什么黑钱？有搬军扣的，不收回扣，一大笔军费呀，就买了这么多铁棺材回来，这担子他们来了多久？来了好一会儿了。
夫人连晚饭都没吃。校长不在。是的，不然他们不敢那么放肆。夫人真是好脾气啊！是空军失职。云天为什么不参加收费？军人的职责是服从。我说毛兄啊，你这是何苦呢？这不是要把事情往沟里带吗？这样下去没什么好处，只会让意大利人更加高兴。可我还真是想知道，你真的打了那个电话？你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我想高云天，他是绝对不敢无中生有的。这个电话我打了，又能怎么样呢？是邢海刚或者罗医生不合格吗？我没这么说，所以这就不是问题。我说老兄啊，您日理万机的，可是为了这件事却是心细如发的干预。我说不心细如发，这个空军司令我能干得了吗？就说这个邢海刚，他是一般人吗？交通部长亲自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为他儿子说情。为什么呢？这还用问吗？这是一般的收费吗？菲亚特公司投了大价钱，要在中国扩大他们的品牌影响，商业画报、广告投入了多少钱？肠子都快悔青了。
传首飞小组上尉飞行员刘长龄到庭作证。请举起右手。我以空军军官的名义宣誓，我所有的证词都是事实。好，回答我，上尉。你了解已经殉职的邢海刚中尉吗？我们在一起共事多年，既是同僚，也是伙伴。那么就飞行技术而言，你能证明他完全能够胜任此次首飞任务吗？我没法证明。为什么？因为飞机已经摔了。你没完全明白我的意思。顾问团的专家提出质疑，认为此次首飞我们没有选拔顶尖的飞行员，所以在空中发生突发事件的时候未能准确应付。你同意这项质疑吗？我不同意。看来这里另有意见。请说出理由，上尉。从空中记录上来看，当时海刚驾驶的1号机方向舵已经失灵。如果把这个责任记在他的头上，这未免有点太荒唐。你还是没能说明理由。我还要怎么说明理由？空军当中，如果我们5个其中任何一个连方向舵都使不明白的话，那你们的飞机只有撞击、坠毁和完蛋。你在暗示我们的菲亚特飞机不可靠吗？这还用暗示吗？事实不已经很清楚了吗？毛将军，我抗议！你的飞行员在毫无根据的恶意诋毁我们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的名誉。上尉，关于飞机机械问题，我们另有人调查，在这里，我们只谈人。长官，这分不开，人机一体。如果飞机有问题的话，谁飞都得完蛋。这个刘长龄啊，是非常的有意思。该说的说，不该的说，他也说。哎，那个飞机残骸机器的对比，张工那儿进展的怎么样了？哦，所有的技术资料都在顾问团手里，一份也不向你公开。他的工程师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不成啊！这不变成了张寡妇生孩子，全是人家的了。得给他玩点邪的。你回头去找一下戴笠，就说我求他的。你们3大队是如何想的呢？是。报告。进来。好，我尽快听取你们的汇报。
可算是抓住了意大利人的尾巴了。张公比对了图纸，意大利人为了节省成本，擅自修改了设计，气冷装置使用了替代材料，导致了飞机发动机质量下降，导致了最后的隐患。对空难残骸的勘查表明，至少在3处以上部件，一方厂商违反了双方协定，擅自修改了设计，因而应负有重大技术责任。我的话完了，谢谢各位。好，下去吧。谢谢我们的中国同行。毛将军，我已经听到了你们的质疑，似乎你们用心良苦。有鉴于你们的质疑，我方认为有必要再次传召证人，您看呢？悉听尊便。请传高云天到庭。传高云天。传空军中校高云天。高，很抱歉，我们不得不再次传唤你。我随时听候召唤。众所周知，菲亚特战机的引进项目是你们的孔祥熙部长和我们的领袖墨索里尼在罗马亲自决定并签署协议的，对吗？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向下传达。是这样吗？那么高，我们还是谈谈你知道的。1年前，你们的军购接收小组到了罗马。据我所知，你是小组唯一的验收飞行员，对吗？是的。那你都做了些什么？负责验收和试飞菲亚特样机。那就对了。你是中国飞行员中第一个飞菲亚特的，对吗？是的。你试飞的结论是什么？菲亚特性能卓越，非常好。你在验收报告上签字了吗？是的。道德，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丽丽，丽丽，叫我吗？这屋里还有其他人吗？当然叫你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你一回来呀就有点不痛快，说吧，什么事儿？把你戴的项链给我。你要它干什么？让你摘就摘嘛，我得还给人家钱。这不是你送给我的信物吗？你要还给谁啊？信物也得摘。我知道了，又是你们那个前妻家里啊那个白俄女人。哎，咱们说好的
不提他的。不提就不提。可是他的活儿什么时候能散啊？你呀，也就碰上我这么豁达的女人了。拿去吧。好了，别瞎猜了，这是意大利人送给我的。这帮王八蛋现在拿这个来要挟我，我得还给他们，省得往我身上泼脏水。意大利人怎么要挟你了？所以说，不是项链那么简单的事情。算了，以后再告诉你吧。啊，今天晚上不在家吃饭了。晚上呢，副团的少平搞了个招待会，所有的试飞员都得去。哎，又怎么了？少喝点酒。知道了。这空难呢，把人心都弄散了。大佐，今天的酒怎么喝法？少平，有点事情你先帮我办一下，把这玩意儿明天交给空军的外事处。这是我在罗马的时候从他们内部商店买的，那里面都是些他们从各殖民地搜刮过来的珠宝，每个官方客人只要花100美金就能随便拿来走一样。虽然我不知道这玩意儿值多少钱，但是我不想给意大利人留下任何的把柄。在这儿呢，我以殉难兄弟的名义起誓，我在罗马绝对没有收意大利人一个里拉。哎呀，高大佐，你何必那么认真呢？大家都是兄弟，谁不了解谁呀？要我说啊，这就是命。哎呀，这两位薄命的公子啊，可惜了了。行了，别说了。所以啊，今天的酒啊，也是该喝了。人这一辈子得遇到无数个坎儿，甭管多大的坎儿，都得过去。你们是空军的尖尖，我们崇拜着、仰视着、服务着。今天陪你们一块儿过这坎儿。来，来，过坎。来。如果那天晚上没有周将军那个电话，少宁啊，兴许这2个位置就是你我的了。还真没准。哎，老邵，我怎么听说前一阵儿你帮着秦海刚给人代送鲜花来着？有这事儿吗？哼，我们是服务团的嘛，兄弟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都得尽力。那女的谁呀？海刚这人你们知道，生来就是个情种。他身上不管是手表还是手枪，都是最时髦的，所以他追的人也是最难追的。哎，邵干事，你说的是谁啊？情报处冷面玫瑰，马新兰。这有点难度，多少人都试过了，没戏。海刚也是要为了给自己证明，所以他要首飞菲亚特，证明自己是个空军的大英雄。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就是命。现在有此因，将来必有此果。照你说的好啊，现在有此因，将来必有此果。咱们空军有多少事情都栽在腐败上面，个人的命运如此，整个空军将来的命运何尝不是如此呢？
这是周副主席让我亲自转交给你的。信来，你的事我多少也听说了一些。要记住，你是党为了党的利益安置在特殊岗位的特殊战士，就得有一副特别坚强的神经。可是什么？你要习惯于你的工作环境，不要相信感情。干我们这一行，要从不承认感情。我听说你也参与了那个献姬祝寿的庆典准备。传说蒋夫人旗袍上的纽扣是翡翠的。哼，还真是啊。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有这样奢靡的上层，他们的空军也只能是办成一滩浑水。那样也好，他们垮台的更早。不，腐败了，未必会导致他们立刻垮台。可如果他们遇到了一个代表新兴力量的强大对手，那情况就不一样了。也因此，他们宁可放着日本人不打，也要竭尽全力剿灭我们的党和军队。而你我的工作，就是要在他们的心脏内保护我们的党和红军，明白吗？海军驻美武官森川俊雄向您报道。久违了，大佐，请坐。华盛顿那边都还好吧？是这样的，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大将向我推荐了你。所以让你赶着来东京一趟。长谷大将，卑职与长谷大将并不熟悉。我听说，他不正准备去上海吗？是的，他执意让你也参与计划。计划？什么计划？参谋总部刚刚拟定了未来华北作战海陆军航空协定。对于这个协定，海军不甚满意。那些陆军的外行们完全不顾及我们海军的利益。华北作战？您是说？是的，对华作战势在必行。重要的是，首先要摧毁支那的空军力量。可是我们拿到的协定完全站在陆军的立场，所以你要代表我们海军重新修订这一战略预想。我要什么好处，都让陆军给包了。嗨！长谷大将告诉我，你在满洲曾支教过张学良的航空队，是吗？是的，我教过他们3年。那你如何评价支那的空军？我无法评价他们。哦？为什么？满洲事变，张学良的200架战机未经作战即被缴获。作为他们的教官，我明白了。
现在代替你的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刚刚卖了一批菲亚特给他们，你看看这个吧。